白宇，亏我们还那么信任你，你说说你哪句话是实话？我们还把你当成自己人给你过生日，结果……白宇，算了，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什么。我都知道，你不用说什么。不过米生说的对，既然你今天肯告诉我们，就说明你内心已经做出了选择。无论这个选择是好是坏，是对是错，可是在我看来，你这件事情已经做出来了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无法原谅。是我太过分了。小念，这个照片我可以留着当纪念吗？对不起，一切珍重。对不起。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你怎么来了？我问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没听见电话声啊。你自己看看，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？你怎么打了这么多呀？我们刚才在给白宇过生日，特别吵，也没听见。他这时候去干嘛？买打火机，正好吹蜡烛，没火。电话的事，你还没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。我们下午开会来着，我就调成了震动。现在，后来什么声音也没听见。所以不接电话的原因就是过生日，到底还是给白宇过生日比较重要，是吧？不是，我说你们有什么话直说，大老爷们之间眉目传情的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你别搬我！走了。你说你跟白宇生气，你拿我们小老板撒什么火啊？你说你们小老板是什么意思啊？一来就兴师问罪的，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。你说白宇出了这个事儿，沈小念的心里能好受吗？他倒好，一来就怒气冲冲的，好像我们沈小念没接他电话就得罪他了似的。还有你哈，你对他就挤眉弄眼的，你明知道跟我爱多强，你还跟那眉目传情，你说说你安的是什么心？你没见小老板手里拿着机器人吗？那怎么着？他给沈小念送东西，我拦着他啊？机器人？什么机器人？哎，干嘛呀？
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？什么也不是。什么也不是，你带他来干嘛？送你的，赶紧去点。对，这是你帮公司做周边给的回馈，不用想太多。不用这么客气。你干嘛去啊？哎，小老板，你干什么去啊？走了？啊？哎？搞什么？要干嘛走啊？哎，对了，你去找白宇回来，我还有话跟他说呢。难道你对他又心软了呀？不是，你没看他刚才走的时候那眼神儿，都快哭了。反正我还有话说呢。既然他都已经做出了选择，我们光生气、伤心什么的也没什么用。倒不如我们合作一下，毕竟他现在才是离调查我的那个人最近的。你快吹蜡烛啊！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让宫欧看到这一切吗？我知道你在帮我。如果宫欧知道我做的这一切，他是不会放过我的。我以为你再也不想见到我。不是，我是想知道在背后的这个人究竟是谁，到底怀揣什么样的目的。目前看来，在我身边距离他最近的人只有你了，所以我想通过你入手，才能得知整个背后的一切。我明白，但说实话，这个人我真的没有见过，我也更不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有什么可隐瞒你的了。我相信你，但是我也需要得到你的帮助。你要我帮你？我希望你能配合我演一出戏，就当今天的一切都没发生过，如常的和那个人联系，然后想方设法把他骗出来。我总得知道在背后的这个对手是谁，才能注意不落入他的圈套。好，我帮你。哎，这玩意儿不是会说话吗？怎么连个屁都不放啊？他说话能不能文明点啊？什么叫连个屁不放？他放屁你不怕熏着你啊？嫌我不文明啊？嫌我不文明，你去学个文明的去啊！我喜欢你。他说啥？我喜欢你。我不会是把龚老板这样拍坏了吧？啊？不是你拍坏的，放时间太长没电了。小老板这么精明一人，怎么一到感情上这么中二？真是。小老板，我觉得还是要跟你汇报一下，昨晚经销商那边的营销方案谈妥了吗？啊，初步方案已经做出来了，后续的方案还得进一步商量。小老板，我还是得跟你汇报一下，昨晚你是真的误会石小莲了。他就是没带手机在身上嘛，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要不是因为白宇过生日，其实没你想那么复杂。他就是没带手机在身上，没听见手机响。你一去了跟人发那么大火，确实是有点。有点什么？没什么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事儿也不全怪石小念，你别自己生闷气啊。昨天晚上的事情，真的只是白宇过生日这么简单吗？搞这么麻烦，直接让小老板去查不就得了？你傻呀！这要让小老板知道了，白宇还能活吗？真的就是过生日，不然还能怎么样啊？
他们的事情我也不关心，就算真的失败，跟我也没关系。对了，机器人，那个机器人，我必须得吐槽一下，小老板，你好不容易送人一个礼物，竟然没电了，你是准备的有多不充分啊？没电了。你是不是又发现什么新线索？是有一些新线索，有关于漫画某页内容的，我猜你们一定感兴趣。你快把照片发过来。既然是新线索，当然很重要。我觉得我有必要当面跟你老板讲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见你老板。这不行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仅限于你发现我们想要的东西，我们来支付报酬。至于见面的事儿，不可能的，老板不会见你。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！我们之间合作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们好歹也表示一下诚意。你所收到的报酬就是我们的诚意。白宇，你忽然想见老板是有什么企图吗？无论如何，这么大的事情我是不会随随便便告诉你们的。我更不会在你老板不信任我期间，对他做任何事情。我可不想一直都有把柄在对方手上的感觉。如果你老板还是不肯见我，好，我们合作到此为止。反正我钱已经收到了，至于新线索嘛，我回去和老板汇报一下，如果老板决定见你，我再跟你联系。陆总，都安排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，时间地点由我们来定，地址是在海滨路上那家私人酒吧。时间上您看您这边什么时候方便，我再通知他。就后天下午吧，这件事情也不能拖太久。那我先去定位置了，穆总。对了，见面之后的安排都交代了吗？都交代了，我们这边已经帮他订好了机票。见面之后，他就必须马上出国。这次的酬劳会分支次陆续的打到他账户上。白宇那边没有什么异议吗？没有，白宇很自觉。我发现，在我们通知他这件事之前，他自己就已经订好了一张去国外的单程票，时间是下周。看样子，这次事情谈妥之后，他原本也准备出去避避风头。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，千万别透露我们的身份。好的，您放心。地址是在海滨路私人酒吧。如果有人真对我这么感兴趣，我觉得他肯定已经把我这家底儿都研究得一干二净了，所以我怕还没等我露头呢，他就会拿起98K 对我一枪爆头。小念去不了，我去不就行了吗？你也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相关信息，我之前也透露给他们了，所以你去或者小念去，对于他们来说没什么区别。白宇，你真是棒棒的啊！你调查石小念的资料，你就调查他的吗？你干嘛把我的资料也放上去，买一送一呀？动漫节 cosplay， 化身成你最喜欢的动漫。怎么了，石小念？你要去参加呀？不是，我是发现这活动的地址跟咱们约定那个酒吧地址离得特别近啊。您好，请问喝什么？咖啡。好。他已经到了。您现在要过来了是吗？好，
那我现在从号门出去跟你会合，你稍等。穿这个真的好热呀！没办法啊，得融入他们。哎，你这个什么？我这个是功夫熊猫，我这个是沙琪玛。沙琪玛不是吃的吗？哎，咱们赶紧干正事儿了，走吧。穆总，公欧和石小年那边我们都已经确认过了，他们应该不知道下午的这场会面。监控我也都翻看了一遍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白宇那边没什么问题吧？根据我们打探的情况，白宇今天上午就在家收拾好了所有的行李，应该是真的准备离开。这已经是我们之间最后一场交易了，他应该不会临时变阵，和石小念他们串通一气。那我们就不要让他等太久了。您怎么了？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那要不我再去确认一遍？不必了，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方式。我到了，推门进去，你会看到白宇，你应该见过他。随时戴着耳机，我会再打给你。记住，你今天帮了我，我才会给你你想要的。所以白宇是你派到石小念身边的？管好你的嘴。为什么呀？喂？怎么是你？所以你之前对穆千珠和石小念的关系毫不在乎，对吗？从现在开始，他们说的所有事情都是你做的，你承认就好。是的。你跟你姐姐之间的矛盾不止这些，而你跟千初之间，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小迪，开车，我们走。本来以为咱们俩之间的事儿已经结束了，是，这段时间多多少少还有一些误会。可我以为你不高兴，就是因为你太在乎穆千初和你的关系。现在安排一个人在我身边，做我朋友，然后被我发现，是什么意思？你非要看到我身边的人都离开我，你才满意吗？我不是。咱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有什么事儿是你不知道的？你现在安排一个人在我身边盯着我，观察我，
小念，小念，你说你难过个什么劲儿啊？你那个妹妹，难不成你觉得她还是什么好人啊？反正我觉得一了百了，这下踏实了，再也不要抱有什么你们是姐妹情的这种幻想了。你瞪我干嘛？你现在还在改邪归正的期间，没有发表言论的权利。小念啊，你脑子能不能清醒一点？好了好了，丸子，我知道你说的是对的。如果是随便的一个路人，我也不会想这么多。可是她是我妹妹，如果有一天这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呢？那我以死谢罪，苍天为证。我知道了，我只是觉得，哎，我和小迪之间已经再也回不到过去了，所以我想跟宫欧说，把咱们工作室从这儿搬出去。我不想再一直把自己放在过去的回忆里，也不希望别人一直陷在里面，因为我的存在，陷在里面出不来。搬走就搬走吧，反正有得有失。嘿，最起码现在我们多了一个真心的朋友。上个楼梯都要搂搂抱抱的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是周六，按照工作安排，这个时候你理应到家里向我汇报工作。我是来看看，你到底有什么原因没有出现。今天是周六，啊，我都过懵了，给忘了。龚总，你说的没错，周六我是应该向你去汇报工作，还有炒米饭。可是今天确实不是周六呀。可能你工作太忙了，出现这点小意外也很正常。但是我们工作室最近的工作呢，你也都知道，我还要汇报什么呢？我只是想知道，工作室现在的分工。如果没什么必要的人的话，就不用留着。白宇，他对我们工作室的意义很大的。是吗？既然他这么重要，那裁别人好了。丸子，那个石小念，我喜欢你，当我女朋友吧。就请你带走我的心，填满柔软的幻想，孤单疲惫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，曾辗转难眠的长夜，领悟未来的图画，绘本里是我们的梦想。你追上去啊！你追什么啊？哎呀，人家都给你表白了，你还愣在这干嘛呀？表白？肯定是误会了，是误会吧？应该不是恶作剧哦。不是吗？哦。你给我一段时光，留下来想念，记忆中刻下模样，不带走遗忘。你就像一轮太阳，耀眼的光芒，你是我的一念时光，你是我的一念时光。总拖着也不是回事儿啊，我得问清楚，万一是开玩笑呢？说开了就好了。什么味儿啊？
饭，我帮你吧。不用。你怎么自己想着做起饭来了？我自己给自己做饭吃不行吗？还弄这么多鸡蛋，吃得行吗？你这饭都焦了，没法吃了。没关系，我重新帮你。不用。这是什么？你来吧。我算了，吃饭。吃饭，不是，可是你这饭没法吃啊，我给你叫外卖。你很饿吗？你慢点吃，慢点吃，别噎着。怎么了？这能吃吗？哎，公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怎么样啊？好点了吗？结果出来了。结果怎么样？他就是肠胃底子差引发的急性肠胃炎，不会有事的，留院观察一夜就可以了。可是我看他脸色这么差，神志有点不清了，会不会有什么更严重的问题啊？他脸色差是因为疼痛，不醒是因为药物的止痛结果。你男朋友的身体素质并不差，不会有事的。谢谢。就这样。谢谢。小老板，什么情况？没事吧？医生怎么说？没事，医生说还不错。你醒了。哎，那个米生，我渴了，走，陪我去买瓶水。你不是刚喝完水吗？哎呀，走啊！那个，你们先休息啊，先休息。你要喝什么，小老板？哎呀，走了。你还疼不疼了？还有点。我看看你发不发烧？没烫了呀。不可能，我觉得挺烫的呀。想问什么就问吧，这只有我们两个人。学姐，你到底为什么调查石小念啊？这个你不需要知道，你只要知道，你帮了我，我自然会帮你收复千城，让你们的关系早日安定下来。你也不希望石小念这颗定时炸弹在你们之间炸开吧？可是你不告诉我前因后果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呀。目前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我们之间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吗？哎呀，别看了，那
喝点粥吧。这个是胃药。这个被我没收了，他休息呢，就别给他看工作。哎，小老板，最近都住这儿？客房？难道你们俩已经……这速度太快了吧！以上，哎，能不能让他休息一会儿啊？我就1分钟，说完我就走。那，你倒下应该休息一会儿了。现在生病呢，应该多睡觉。我就1分钟，就1分钟。1分钟啊！行了，小老板，这不就成了吗？这就成了啊！怎么没发现？别装傻，你看这步车周围照明的劲儿，4舍5入一下都可以结婚了。我跟你说，那天在医院，医生说我是她男朋友，她好像没反对。那你这么说？行了，小老板，赶紧趁热打铁安排约会呀！你俩这部剧再不进入高潮，我可真追不下去了。1分钟到了。女生，你快回去吧。哎，我这就走，这就走，走了。明天我想出去走走，锻炼锻炼身体。明天啊，锻炼身体，你能下地吗？那你现在先休息一会儿吧。不是说好了强身健体吗？咱们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既然路过了，那就顺便进来看看。一套票都买好了，还说路过啊？好，这是米生送我的。哦，不过电影可是我选的，你如果不喜欢的话，我们可以换。我喜欢，只不过你也喜欢这种类型，我有点意外。这个名字。Did you just steal candies? Yes! There's a lot of effort for 2 lollipops. Oh no! The police! What are we doing? Come on! This is gonna be fun! 那小鬼好吵。那没办法，你选的动画片。The police are gonna get us! Ah, bring it out! Thanks! 我以为这是卑鄙的我呢。这就是啊。唉，我以为这种片子能有点内涵。多有内涵呢！我喜欢。我以为是因为我画漫画你才选的这个片子。啊，对啊，是啊，就是因为你画漫画，所以说我特地为你选的这个片子。吃一个。你拉我来这儿干嘛？我有东西送给你。不用了，我什么也不缺。你刚才给我那个小黄人的玩偶太大了。不是工作奖励，它叫 Mr. 公，是我专门为你做的，送给你。
又送啊？我先说好啊，如果你决定收下他，就得连他说的话一起接受。他说什么？问这么多干嘛？你还想不想要了？不想要算了。我要了。以后我必须24小时在你身边，任何情况下务必保持开机，随时接受老板的语音通话和定位系统。什么呀？这不是你之前说的那个？可你已经接受了。我后悔了，不要。不行，没得商量。什么嘛，这么霸道，分明跟你一模一样，你的化身。不过里面有些话嘛，我并没有删。你如果想听的话，可以随时翻出来听。只不过你每听一句，我的手机里都会收到通知，这样我就知道某些人有多么的……多么什么？多想我。是一个小小麻烦，挑战自己内心的容量。我看着你，求上天再赐我力量，教会我成长。就请你带走我的心，甜美柔软的幻想，孤单疲惫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。难眠的长夜，临摹未来的图画，绘本里是我们的梦想。你是我的一念时光。看什么呢，小老板？下班了吗？下什么班啊？我给你送文件了。怎么还没下班呀？公司的下班时间一直都这么晚吗？符合用人规定吗？小老板，2点。一直在家等我呢。小老板，你要是想石小念呀，你就回家。这是你的公司，谁能管得了你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那你现在在这儿坐着，什么都不干，也没办法给公司创造收益啊。你要学会把工作交给底下的部门去做，自己一边享受恋爱生活，一边把钱赚了，多好。我不在公司，一样可以把钱赚了。那你在上班的时候就回家，被他发现了，他一定会觉得我特别想他。你要是没事儿，就先出去。啊。我有事儿，小老板。这个文件你不签字，下面员工怎么工作呀？还有啊，小老板，关于那个报警系统的事儿，合作方那边一直没给回。而且我听说，之前一直跟咱们合作刘总那边，最近开始频繁的跟陈柏他们接触，好像已经要转投那边了。昨天晚上还有人看他们一起吃饭，吃的特别开心。我知道了，但是开发警报系统的事情我已经决定了，任何人都动摇不了。